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大家好，我是董敬桥，在这边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候，大家平安哦。也请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全球哪个角落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意见，或是对节目的鞭策呢？也请踊跃留言哦，我们的小编会乐于跟大家互动。那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敬桥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各位朋友好，以及陆军退役少将厉建杰。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节目一开始的头条话题呢，我们依旧来看中日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呢，都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哦，引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强力谴责，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制裁，包括观光、包括贸易、包括外交等等上面现在多重抵制潮。那就连日本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川普呢，也都打电话来关切给这个东京说应该是要劝日方不要再挑衅中国了，在台湾议题上呢，现在应该要紧急喊刹车了，因为呢，就怕日本这个小弟会打乱川协会之后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容易往正轨在发展，那如果有人出来捣乱，那怕会受到阻碍所以来劝和一下。那么这个最新的进展是，高市早苗呢也对了日前发生在香港鸿福苑这个大火事件，表达了他的哀悼跟慰问在情感面上呢，是稍微有向大陆示好，缓和一下。不过现在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民调，还有他的声望呢，是持续受到这段时间抗中的红利持续的提升，甚至有不少以往对政治冷感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新的首相好像不太一样很敢说，也很有想法，所以呢，他们也变得开始关注政治议题了，甚至有人觉得高市早苗很酷那觉得这个女首相很有魅力。所以我想先请问张教授，你怎么看高市他现在操作外部的矛盾，来帮助自己在国内内部的这个治理有加分的效果？但这是一把双面刃不只得罪了中国，如果万一把美国的仇恨值也拉上来了，中美轮流修理日本，他顶得住吗？我认为这个日本是想把美国拉住，然后共同来对付这个中国大陆。那高市早苗他这一招呢，会被美国看破西洋镜。因为这怎么看呢？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这个三边是采取一个动态的互动。那动态互动最后面会走到动态的平衡。那动态平衡，这个美中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来看的话，是有一些到最后面会有些吃亏。我们来看几个因素。第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相互的需要，在经济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对，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个甚至在区域稳定上面，中国大陆也扮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在这一方面会对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尤其我们讲到的最近讲到那个大豆要卖到中国大陆，已经年底到了，也需要中国大陆广大的农产品市场。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对日本相对的约束，这个一定要这样的，因为美国不约束日本，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些我们讲的外贸上的需要，中国大陆大门会打开吗？它会有限度打开而已，并不会全面打开。那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需求来看，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因为这3个因素：国际因素、外交因素、区域稳定因素，还有我们讲的经济因素，会对日本有所约制。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历史的因素。我们在2战的时候，日本不是光打中国大陆他打珍珠港他也发动在太平洋战役。太平洋战役总共美国损失了20万人大兵，这个都是宝贵的生命了。那唯一侵入到美国领土，包含我们所讲到的阿拉斯加，那个阿拉斯加，那个白令海峡，日本入侵过，日本还打过珍珠港，甚至日本还派潜舰攻击美国西岸，这个都有的。那这样的话是唯一入侵美国的。那这样的话，美国会不会有？美国或时有时就会相信这个事情，这个是历史的遗绪。但是因为你要翻旧账，这些都会弹出来。那这样看，那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要不要算这些账呢？我们还没有去讲到冲绳战役，所以美国对全世界也就用过一次原子弹，就是日本。就日本，这是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因素。对，川普他当然会想起来嘛，这是历史的因素。那第3个，我们来看这个地缘战略来考量。地缘战略考量，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一方面一直川普有讲有些盟国他比我的朋友还占的便宜还多嘞。日本一直在对美国贸易，我们叫出超。一直赚美国的顺差，就讲的就是这个嘛。你赚我的钱，还要靠美国去保护日本，为什么？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他就想着我在保护你，你还赚我的钱，你都拿了好处，所以为什么要
对日本，我们讲到了要$5000亿的由日本到美国投资，就这个嘛，因为你赚我太多钱了嘛。另外一个也希望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多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你不要来我保护你啊，你要多买我的武器，然后去保护你自己啊，不要老是靠我啊，是这个意思。第三个，美国驻在日本的相关的这些基地的维管跟行管费，日本来出。而且每一年都要叠加上去，你不能说，这些我是住在这边，你通通给我维护的好好的，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你来帮助我，是你来帮你这些你都要来负责。所以我们来看日本在这方面，它会因为美国越来越走向现实主义，而会把这些的清单把它摊出来看，我认为日本会受到川普总统这方面的约束，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会跟中国大陆取得某一程度的默契，来换取经贸上的平衡跟利益。是，好，这个就看之后三方怎么来继续这样子博弈跟协调。但是现在高市的种种行为呢，在日本国会方面看起来还是占优的，因为根据日媒共同社的报道，日本众议院的小党改革会呢，他们现在有3名国会议员也许是认同高市内阁这阵子的政治操作，他们要倒戈了，要加入到自民党跟日本维新社这个执政联盟派系。那么如此一来，就会让现在最大的派系在众议院的势力从230席增加到233席，可以说是突破了总席次465席的过半门槛喽，让这个执政党首次呢在石破茂政权时代后又重新掌握了众院的过半席次。那未来呢，他们就可以不甩在野党了，可以直接单独投票通过。那这无疑是加强巩固了高市内阁的这个意志的延伸嘛。所以杠上中国就有政治奖励这已经是否反映了现在日本政坛当前的一个投机路线，甚至是说日本民间现在的主流风向也是这样子。杨老师对日本很熟悉，你怎么看？直接画个等号，我觉得倒还言之过早。因为这3位改革会的成员本来就是维新会里面，然后呢脱离开来，自己成为一个党团。那现在加入到由自民党跟维新会共同组的执政联盟，所以变成3个这个党团政党跟党团。那没有错，总数在众议院里面是超过过半，因为加起来233，总数是265嘛，465。可是，在参议院呢？参议院现在这个改革会是没有成员了，因为他们只有3位在众议院里面。参议院总共是248席，自民党加上维新会，现在只有119席，还差6席。所以并不是2院都过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会对在众议院里面的法案预算会是一个大的帮助。那至少你不需要在2个院都再去做协商，然后去做折冲。可是这个会引起另外一番考虑，就是这是不是对于高市这一阵子操作台湾有事的议题，以及中日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好像日本的右派民意的集结在支持他。表面上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日本右派的民意，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冲到了顶端，把高市的民调也冲到了超过70%以上哈。那我个人觉得，从这种民调看起来是如此，但是未来高市会不会如日本小报所预测的，比如说解散国会，那可能就会太碰风了。同时另外一个观察的就是，你民调的支持度跟你对外政策是不是要画等号？你难道民调支持度就鼓励你去搞右翼、搞反中、搞抗中？高市事实上这一阵子不是啊，你看结果引来了大老板美国的这个就是敲打，川普根本就是在敲打高市嘛，就高市当然就接到讯息了，日本国内也接到讯息了，整个在相关的论述回到原点，可是呢并不愿意撤回发言。那其实我觉得川普根本是为德不足，川普应该一开始就说你撤回发言就好了嘛，结果呢？讲的比较委婉，高市就以为说我稍微退回原点，那他是退回原点，然后呢，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党首野田佳彦说，这个可以算是事实撤回了，北京不接受的，你没有撤回，那可是又另外犯个错误，又讲到了旧金山合约，不，你旧金山合约跟台北讲 OK 了，因为台北的民进党政府觉得听这个很高兴，可是你对北京讲，那等一下你跟北京建交的时候。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另外2个政治文件，你就当不存在了吗？就当它不存在了，因为你不是就讲说认知理解到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会遵照
波茨坦宣言的第3条。第3条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就是开罗宣言必须要实现。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清楚了。你怎么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讲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出兵，结果你现在又在间接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虽然日本主张是说，他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放弃。等一下，你现在是对北京在讲话，你不是跟他建交吗？你不是接受一个中国吗？结果呢，你现在把台湾的地位又再一次拿出来去希望符合美国 AIT 跟国务院的说法，我认为北京气死了。他说你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一定还会再出招，然后呢，这个僵局会持续。但这个出招会不会太大太重，我们不确定，因为北京大概也要给川普一点面子。没错，川普毕竟还是就是等于是他还是出面跟川普跟那个高市直接讲话。对，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这个中日僵局还有的持续，而中日僵局并不代表你国内的这个右倾的民调支持，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事，最后伤害的也还是日本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啊。是，那最近呢，相信很多日本人民都感受到，就是陆客不来了造成的观光损失财一定是肯定有的，那也应该蛮可观的。但是也有部分的日本人就觉得说，哇，拍手叫好啊，认为这个清幽的环境终于回来了，这些诗阁旅人终于不来了。甚至有日本媒体更过分他们开始把这个体育的表现拿来当做嘲讽中国大陆的素材了。我们都知道，明年2026年就要开踢这个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了，可以说是全球关注度最高、收视人口最多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这一届的这个正赛、会内赛呢，扩编到48队可以说晋级资格又放宽了。那我们亚洲区获得了8.5个参赛名额，但很可惜这次中国男足呢还是没有踢进到会内赛。那日本男足这边呢，还是维持他们一贯这个亚洲最高的水准，他们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8名了。所以呢，就有一些好事者就开始嘲笑了，借题发挥了，说哇，我们足球踢你们啊，你们这么多人还踢不进世界杯，笑死人之类等等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样讲不厚道了。好，足球方面确实是日本比较厉害，但是其他体育项目呢，奥运奖牌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中国哪有在输日本的？所以被一些激进的少部分人拿出来操作，会不会觉得说？张军觉得现在日本有一些人真的有点小人得志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我们先讲观光，在第一时间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得到的数据是已经有50万的这种中国观光客这个退票了，不到日本去旅游。那如果说每一个观光客到日本是消费1万这个人民币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日本就损失了这种5亿人民币的这种这个收入了那光这笔钱来讲，那他们评估过，在日本来讲，它 GDP 会下降0.29%。那虽然看起来初步看起来不高，可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所以这些极右派的分子在那边讲说，你们不来，我们这边很清幽。你们现在可以讲这种话，这些极右分子讲这种话。可是你有没有替那些在从事观光业者来着想？不管是观光业的旅馆、饭店、游览车甚至于说是开饭店的，或者是卖观光纪念品的，那这些人真的是苦兮兮的在过日子。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而已，这还没有见到终点。那后续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告终的话，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那我不见得一定要到你日本去玩啦。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像泰国现在这个总理就很欢迎中国人过年过去玩那去年我还记得这个总理那时候他还没有当总理的时候，他亲自在泰国的机场拉一个红布条欢迎中国人来玩。甚至于他当了总理以后，他特别讲，他就是华裔100%华裔的血统。可见得，如果说我不去日本玩，我别的国家大的欢迎。尤其是说韩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韩国的观光股票来讲突然大涨因为有一艘这个邮轮本来要去日本的，结果现在就转到韩国去了。那除此之外，那包括海产也是一样海产来讲的话，现在中国不买这个日本的这种海产品。那你日本就拼命吃嘛，你们这些右翼分子，你再去讲那种风凉话嘛？你可以把这些海产当饭吃吃到饱，你可以不吃大米不吃这个粮食，你就每天光吃这些海产，行吗？我觉得你要站在一个国家立场来想不能光是讲这些话，就是第一个是酸葡萄话，第二个是很标准的叫做民粹的用语那日本这几波操作下来，我觉得你看它的损失有多大，在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自从高市早苗讲这种话到现在为止，股市、汇市、债市三杀全部都倒下来。股市来讲，它跌了将近4000点，也就是跌的幅度快要到7%那么多哈。那债券来讲的话，它这个殖利率暴冲到1.8这么多，也就是它股票债券价值已经下降了。那汇市来讲前一阵大概就已经跌到比照美元到1比156哈，可见呢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本来就已经状况不好，如果说再加上这种中国对你的这种只是观光、只是旅游、只是这个方面的制裁来讲的话，那你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只是开始，那后续来讲还有的看。之所以说体育活动，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体育专长哈。对。这个甚至于每一种人种，比如说是像游泳来讲的话，这个黑人就游不过白人，对不对？哈。像中国也有他专长，比如说是奥运的金牌，像全红婵，他那种身材就适合跳水。厉害。这个那日本来讲的话，由于你们发展比较早，你们这个足球踢得比较好，我们也承认。可是中国他没有因此而自卑。中国我经常看到网络上面很多人中国在这个调侃自己的足球哈，经常有看到这种言论出现。那他也不会说是好像我足球踢不好，足球踢不好不是重点。那其他的体育项目来讲，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田径场上面的跑步哈，这个甚至于跑过白种人，甚至于游泳也游过白种人哈。那甚至于这个在更不要讲说跳水啦、羽毛球啦、乒乓球等等各类。所以我觉得你日本这些极右派的，纯粹就是一些民粹的说辞，事实上对你的国家、对国力有什么帮助呢？我看到日本，如果说你整体来讲的话，你经济只有继续的衰败。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说高市早苗，你学你的师父安倍，你继续举债来讲的话，那日本人就继续过得不好嘛。那你就算会踢足球又怎么样？踢足球不能当饭吃啊。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有解放军无人机风渠呢，在这个海空战术对台湾之盾的一个兵推哦，以及中国大举囤黄金、除石油、积极备战的动作背后有哪些危机跟有什么想法？这些热门话题，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开讲。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哦，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啊、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个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子，然后横盖到全台。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广域式，全台给你干扰。我据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我干扰，中央山脉你干毛什么？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干扰，这是第一个的位置。对，所以我认为它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把你这是印沙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有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我们在战场都会用，他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尽诸般手段、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信念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拿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的，那是单一，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又是复合性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目标。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它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啊，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一手有防。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张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几乎全部都中断啊。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数千倍到10万倍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啊，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
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哈。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哈，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打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哈，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哈，然后要全排全部一起射击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前置量举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x8的轮车哈，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哈，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哈。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哈，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哈，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哦，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好，面对解放军这样低成本，然后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杀机，可能是这种遮蔽机，各式各样的这种战术跟打法。那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总统呢，11月26号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以2027年完全武统台湾为目标，要加强国防自主，预计未来8年要投入这个1兆2500亿的经费，打造台湾之盾。但是看起来台湾这盾标榜的高科技跟精准打击，都是来针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对像无人机这种可以放弃，就是打你一个自杀式的不对称打法，杨老师觉得是对症下药，还是有点搞错方向？我先讲在赖清德总统的谈话以及文字当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是，同时他也是这么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以2027年达成武统目标。那你搞个计划拖到2033年什么用？如果你是要面对2027年的武统目标，你提出一个8年的计划，1.25兆，我觉得这怎么对怎么呢？好吧，就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他的口误好了。那8年分7年的这个预算，一年大概1800亿。其实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来的那个就是特别计划的草案，里面有7项他要采购的重点项目，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精准火炮，你要打嘛？对。第二个，精远打击飞弹，这是飞弹的。第三个，无人载具和反制系统，也就反无人机的这个系统。第四个，防空反飞弹、反飞甲、
反装甲飞弹，啊，这基本上也是飞弹体系。第5个进入到 AI 的辅助指挥管制、通讯、资讯、网络情报、监视及侦查，这个叫 C5ISR， 好，这军方的整个就是管控系统。第6，强化作战持续能量相关的装备及其他的装备。第7，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及系统。我觉得有3个东西哈，这个所谓台湾之盾面临到很大的质疑，一个是已经发生，那一个是可能真实面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盾跟穹，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它是有爱国者飞弹，它自己本身的飞弹一层一层高空，然后呢到这个低空，的这个防御系统。可是你看，它跟距离1000公里之远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击飞弹跟就是无人机，结果后来这个铁穹破功了，因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对，然后呢飞弹也不够了，一波一波的打来，结果美国就川普，所以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他现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铁穹也穷了。那现在川普也就学习到他要精穷，精穷就是反飞弹，国家反飞弹体系。那现在碰到什么呢？这个预算、技术、人才，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时候一定是更贵。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记哦，它这2个，一个铁穹，一个精穹，都是面对比较遥远，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国当然就是更遥远，在两洋以外的这些中程、长程飞弹。可是呢，台海你距离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说你把那个刚才我把它讲的这个7项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盖可以到400公里，到台湾的东海岸再过去。它火炮的这个弹道非常的低，你怎么去拦截？有没有用？应该没有210%的这个比率吧？某位将军讲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面临飞弹防御啊，它火炮给你来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些打击飞弹、精准炮火等等之类，是不是都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没有人在做仔细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面对就是不管是2027还是之后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武装武力统一的这个作为，可能会有哪一些面对的这个项目？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军事上、战略上，以及还是不是有政治战略上可以去让两岸交流、沟通，甚至和解的呢？是，这都要考量的。没错。好，稍后的节目呢，我们还有美国缴获南非人权议题，会把欧盟稀土战的策略给搞砸吗？还有中国大陆现在掀起了黄金热，可不是有老百姓要赚价差投资啊，后面有更积极备战的开战讯号吗？我们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节目现场，下一个话题呢，我们要持续来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他因为不满发生在南非政府这边杀害了一个白人，甚至任其他的农场被随意夺走，这样侵犯人权的事情出现了，所以川普不会邀请南非参加明年在美国迈阿密登场的 G20 峰会，还指控呢南非拒绝把这个 G20 这个主席职务交接给美国大使馆，反正就是双方呢现在在 G20 事务上的矛盾越来越深了。那么美国将即刻停止对南非提供所有的款项跟补助哦。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他是对川普这样的惩罚性措施是表达遗憾。好，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想伸张正义，打着人权的大旗呢，现在对南非展现了敌意，但这可能会在非洲掀起多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我们知道，其实非洲这个地方现在要补足欧美很多的一些战略短板啊。我们先请杨老师分享观点。我觉得川普这个作为其实会造成整个全球南方，不止南非，整个非洲的区域，甚至全球南方对于他的批判。因为你只是因为在南非里面的部分的白人可能有遭受到
就是一些你指控的迫害行为。可是事实上，我们大概都知道，南非一路走来，白人政府原先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得多少黑人在数十年甚至100年以上是面临怎么样的困境？虽然他解除这个政策之后呢，当时一直到现在都主要由黑人在掌控政治，因为人数多嘛。但是对于白人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也是很积极。可是的确是有一些现象。那可是我们看到，即使是连过去川普的最亲密的顾问马斯克，也都没有这么激烈的去批判南非的政府。他自己本身是南非的白人出身。那尤其相对比的是，那你对于在加沙发生以来的这些种族灭绝甚至大屠杀，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所以这种差异啊，在美国政府其实美国社会之内都会有一些批判，因为不是白人族群或者是这个比较前进派，就会对于他这个观点很强烈的这个谴责。那同时你自己把一个全世界几乎是最重要的矿产国家南非推到门外，你不是要去开发稀土矿，你不是要去掌控关键的矿产资源吗？南非大概除了稀土之外，因为稀土对他来讲已经太广泛了，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是排名重要的。你看，像是铂、金、黄金、钻石、稀有金属、煤炭是全世界生产排名第3重要的铁矿出口国。然后呢，所有你看到的这些铬、锰、钒、铂，通通都是南非。那他不卖给美国了？美国企业还想去买吗？那现在南非目前为止还算是理性，没有采取真正的排美或者是制裁行为。可是你如果现在只是在言论上，那当做一个外交事件，你更进一步采取政策的去制裁南非的时候，南非一定会反制。那同时，当然它也会有不确定性，跟你美国企业或者美国政府做互动的时候，它当然会走向比较稳定的生意伙伴。那谁呢？那当然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其他的国家嘛。你现在中国大陆在整个非洲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增加了将近有20%。整个非洲大概做生意现在都讲中文，而且很多国家都采取的是这种所谓的不用美元交易，采取的是本国币交易了，或者是用数位汇币啊，数位货币，将来甚至可能用香港发行的，就是以人民币为主的稳定币。所以这些的作为对会更进一步的深化中国大陆在南非在整个非洲它的贸易跟矿产的掌握的主导地位。其实川普做这个其实是很不明智的，而且只是满足他自己对于他自己政治理念的一个这种爽度而已吧。好，没错，一受到美国又要搞事呢，中国这边代表机会来的政治敏感度也让他们立刻发力了，派出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会见到南非的副总统马沙蒂来。李强指出中国当然乐意跟南非加紧对接甚至推动100%的税目产品零关税的这个优惠要助力更多的南非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同时，中方也会给予他们擅长的新能源、汽车、医疗、数位经济、基础设施等等非常多的好处。所以这一招见缝插针，真的是来得太时机点，太好了，来拉拢这个身为 G20 的成员国。同时也是金砖成员国，然后又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南非只要拉拢到这个盟友，成功的话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好，还是友好阵营的布局也好，哇，这个太多正面的效果了。张军怎么看这一手？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蛮横无理然后自负到过分了，完全不遵守国际的一般的礼节跟国际的秩序他这次来G20来讲的话，由南非主办嘛，那他就不去参加那当然把舞台就让给了中国，但这次习近平当然也没有参加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李强去代理这个川普参加，那其中有一个这次去参加非常有趣的，川普不去他以为他可以当老大可以抢所有镁光灯的焦点，那个叫高市早苗他不是故意迟到，在大会开始的时候他故意迟到，还跟大家讲说他是因为换衣服所以很明显的以高市早苗他很清楚说是他当到一个国家
家的首相，当下一个国家的元首，难道连这最基本的国际礼仪都不知道吗？他居然可以说，因为他要挑衣服迟到，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哈，你川普没来，我现在就取代你川普，因为以前大概只有川普会做这种动作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明年来讲由川普来，他们美国来主办，但你礼貌上面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邀请所有的成员国都必须要来参加，而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喜怒然后就决定谁可以来，谁不可以来。但是川普做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大家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由于联合国大会的位置在纽约，所以那时候他不爽哥伦比亚总统，他也不发给哥伦比亚总统签证哦。那试问一下，你可以这个样子吗？你最起码要遵守国际秩序嘛。那南非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南非就是所谓金砖国家，刚开始金砖只有4国而已，后来就主动邀请南非参加。那金砖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当然，它不是一个联盟，也不是一个组织。当时它是因为这个经济学者刚好是中国、俄罗斯、巴西还有印度几个国家拼起来刚好是金砖，英文的金砖，所以它是一个经济上面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新兴市场，然后鼓励民众去投资。那后来他们发现，要邀请南非，也就是南非也是一样，未来在经济上面，尤其是在非洲。它是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哈，而且现在来讲，它又是金砖5国，不管是在全球上面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是非洲来讲都非常重要。那现在非常好，我觉得你川普把这个门让出来了，把整个非洲推出来，那是不是就刚好让中国有机会跟南非结交一个更好的朋友？会发展的更密切在这个金砖5国方面来讲的话，现在不止5国了，在金砖国家体系里面更凸显这个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川普的执政之后，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那他所推出来的朋友变成都加入中国的行列。所以中国不只是在这个所谓中东地区，还有南美洲地区，现在到非洲地区都广交朋友。对中国来讲的话，不管是在经济或外交上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好，今年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呢，被中国祭出了这个稀土的咽喉掐住你之后呢，大家都见识到现在稀土的威力了。所以欧美联盟当然要找替代方案那南非，刚才我们杨老师提到有非常多丰富的矿产资源，甚至他们不只要挖矿，还要在当地打造这个后续加工原料的这个产业链。所以现在欧美就是把稀土的替代方案设定在南非了，但是川普现在这样子对南非展现了敌意，那欧盟前段时间才跟南非签署了矿产的合作，虽然南非现在的态度是蛮克制的，没有说因为这个美国老大捣乱子我就跟你这个反悔或者怎么样，但是多少还是有些隐忧。如果越来越夸张，把南非越来越往中国大陆的方向来推的话，这是不是让欧洲原本想说打的这个稀土替代方案的好牌就这样被川普给毁掉？我认为这个双方都会调整姿态，一码归一码。虽然有这个外交上面的不愉快，但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双方都有经济发展。南非也穷了，南非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平均只有7000块美金，只有7000，他也要发展他的经济啊。是。那我们今天讲的稀土，南非不只有南非的稀土86万公吨，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稀土总共9000万吨的这个存量，那中国大陆占了4000万吨嘛，因为它的量最大嘛。但是不要忘了，包含柬埔寨、包含泰国、包含马来西亚、包括缅甸都有稀土。第二大存量是巴西，因为巴西在9000万公吨的状况下，巴西占了2000多万公吨，也是蛮多的。对，那在南非这方面，南非它86万公吨多不多？我说实话，全世界排名第10，也不算多。是，但是问题在哪里？它的白金、它的铬、它的锰，这个也蛮重要的，它产量还蛮多的，世界第1储量，是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那反正南非在相对于工业上比较落后，但是它需要钱，对，钱哪边来？日本来投资，美国来参咖，是这个样啊。所以美国是很厉害的，我们美国拿钱，你日本拿钱来提炼，然后装备弄好，然后我们两个来分，是这个样啊。所以变成了大家都受利，南非赚了钱，美国也捞了好处，日本呢也拿到了稀土，美国也拿到了稀土，是这样，大家都赢，这样南非的生活也可以改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南非它是因为金砖5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它在经济上也想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稀土我认为也是它一个翻身的一个小帮手。你知道有帮手吗？你这个金砖5国属于南非最弱啊，
你其他的俄罗斯还有这个印度还有巴西的经济的体量，比中国大陆经济比南非大的最多，大非常多哎。那南非在这方面要靠什么？我认为稀土它的矿产来外销，来提炼，然后来外销，在一方面它可以获利。所以我认为一码归一码，政治面归政治面，然后经济面呢，大家走经济面。我认为两个态度都会放缓，互得其利。是。不过欧盟这边也因为前阵子可能这样美洲贸易战之后，然后看到稀土这一块之后，他们也紧张，因为欧盟也很多车啦、车企相关的。那欧盟这边跟南非看这个事件，他们的态度？那他们应该讲，因为欧盟也需要这一方面的。那尤其我们讲永久磁铁，尤其还有这个储能，尤其是新能源车。那在这方面也要向南非这方面来购买，但是他们的来源多，你不要说澳大利亚。澳洲的稀土这个存量也多，所以他们来源应该是尽量多元，不要压单一来源，而要压多边来源。所以我认为他们也会对南非，因为南非需要的是钱，需要是的投资，所以这些西方国家也会对南非来这一方面来大家来互利合作。没错，他提供钱，另外一方提供矿产，刚好两个各有各的，然后大家互蒙其利，互取其利。对，好，所以稀土啊，真的不管是今年也好，未来也好。都还是各大国博弈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好，最后一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现在中国有积极的备战动作，买石油、储备粮食，还有购买大量的黄金，背后有哪一些布局？还有2027的台海真的要不平静吗？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来关心中国大陆呢，最近掀起了一波黄金的热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遍地在挖金。在四川的这个东北寨金矿呢，累积的黄金资源量就达到了81.06吨哦。那包括不久前辽宁的这个大东沟金矿更厉害。它挖到这个蕴藏量呢，预估有将近1500吨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发现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包括了甘肃、包括了内蒙古、黑龙江这些地方，都是遍地开挖在这个挖金。那么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呢，就显示2024年的这个全球黄金生产国，第一名毫无疑问是中国嘛，达到了3800的公吨，第二名是俄罗斯，也有330，抱歉。那么第三名是澳大利亚，也有290公吨。所以呢，参考这个上述的积极作为，还有中国大陆这个黄金量，已经是好几年都是第一了，未来势必也会持续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现场2位将军一定很了解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所以我们先请张教授分析，中国大陆现在大量囤金背后，真的是为了大炮要一响了吗？我认为它会大量搜刮黄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黄金储备只有2304公吨，大陆14亿人口就2304公吨。美国多少？美国3亿4千万人口啊，但是美国的黄金储量是8133公吨，你看美国就很多啦，美国是中国大陆的3.5倍还要多哎。那我们现在从3方面来看，中国大陆会大肆搜刮黄金。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民总生产是18兆，美国28兆，中国大陆刚好就是美国的2/3，美国的2/3，美国有8133公吨黄金，你乘以2/3就是5500公吨，现在美国就2300，中国大陆就2300，一半都不到。你继续，你按照这个经济体量来比嘛，你要到5500公吨才能够符合你的，你不是18兆吗？每一年不赚18兆。美国是28兆嘛，总生产，大家拿总生产来看，这个是数字是很清楚的嘛。对，你现在就2300公吨，所以继续补。第二个，这是国力的象征。我黄金多，我不要管是银本位、金本位，我黄金多代表我国力啊，对不对？钞票大家都可以印嘛，我们拼命印钞票嘛，钞票就不值钱了。黄金不会，黄金就是布利就那么多。是，那所以我就认为，按照国力的象征，第二个，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大肆。收买黄金，中国大陆你持那么多美债干嘛？你的外汇存底3兆干嘛？这全买黄金了嘛，对不对？1兆美元不是我们讲1亿美元可以买1公吨的黄金，那你买黄金就好了。第三个，我认为就长远来看，所有的币值都是通膨，钱会越来越不值钱，美元也会越来越不值钱。你都通膨，当然会不值钱嘛，对不对？那通膨，那什么会值钱？黄金，
黄金又没有说哈，黄金在贬值的，你黄金贬值我就买了嘛，你黄金都是慢慢稳定上涨，永远你从以前拉的会有波动没有错，但是一直波动往上波动哎，它不是往下波动，是往上爬哎。黄金从来没有说一直往下波动的哦，原来这样子啊，因为黄金不怕通膨，最抗通膨的就是黄金。是，那这样子你要不要买？所以我们从这3方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认为还继续会有黄金。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到达5500公吨的黄金，现在就2300嘛，是它不会终止，最起码是5500公吨以上才能够符合比例原则。好，用这个国家大数据的表现来看啊。张教授认为还会持续的累积，背后就有很多的作为了。那除了积极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跟民间也是大量的来购买黄金，很有挑战这个美元本位的味道。从几个动作可以看出端倪，包括向亲中的国家招手，说：“你们来把黄金储备放在我们这个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还有为在香港机场要成立一个贵金属金库，未来更可能要建立所谓的离岸黄金中心哦，甚至是让人民币的交易呢，能在国际的黄金市场来提升影响力。所以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一手抛美债，就像刚刚教授讲的，一手买黄金啊，这就是现在最明确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讯号。那结合金融面上，或者说美元地位呢，会产生哪一些关键的影响？中国大陆最近的的确确在快速的抛售美债的持有，从原来的第一持有的外国机构变成排名第3。那同时，它也在增加黄金的这个购买跟储备。可是呢，以这个速度跟相关的趋势，其他的因素看起来美元大概还在眼前短期之内，它的这个地位还是难以撼动。首先，我们看美元的美国的外债其实38兆，这已经是非常高。但在这里面大概外国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还是基金持有的比例，大概占24%。将近9.3兆，那其他是美国的内部的这些机构、个人跟企业持有。那在外国持有这个9.9兆多的这个美债里面呢，就是过去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 No.1 1.1兆。那现在呢，缩水的只剩下在今年1月的时候只剩下7600亿，可是大概到8月底的时候呢，来到了7005亿，所以一下少了600多亿，这光是这一年。每一年都在减少，如果从2011年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减少了46%以上，所以这是一个有策略性的在减少。排名第一是日本，日本在增加，现在是1.19兆，英国呢大概是8600亿日本、英国，然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很清楚看的这个趋势。那黄金刚才张将军讲了，现在它是2403吨，那可是呢，这里面很重要一个数字，供大家参考。中国大陆黄金的储备只占它整个外汇储备的7%，你就可以想象非常低了。是，一般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可以高到70%，哇，大概平均也会有50%左右。那真的是因为黄金就比较保值嘛。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可以持续就是说扩展黄金持有的空间。但是这个对美元霸权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其实也就是说，盟国还是在继续买美债。所以呢，你抛有人买，这个美债还是维持它的这个地位跟吸引力。那第二个就是，美元的使用度大概还是85%以上，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的交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现在是在增加，来到了5%到8.5%，是有增加，但是还有一段距离。那第三个就是讲的黄金，黄金很有趣味的。刚才张律师讲了，美国拥有多少？8000吨。那越来多人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怎么样？提高，那美国的黄金不是最多的嘛？全世界最多的储存，那美国的黄金越多，那美元的地位就更稳固了。所以这有一点蛮吊诡的。那它的美债继续的那么多，但是美国的黄金也这么多，那因此你再怎么少买美债，你黄金变贵，它美国的黄金也增加，所以呢，这个当然就会看到国际贸易的这个比例上大家还是以美元为交易，短期内还是这样一个现象的。不过大的趋势已经看到了变化。了解。好，现在中国大陆全盘在准备的，其实还不止黄金啊。我们说3大战略物资，另外2项石油跟粮食呢，现在也是积极的作为。包括从2004年起呢，就大规模的新建石油储备设施，在去年底这个石油的储备总量就已经超过了20亿桶了，并且2022年的时候，中国粮食的储备量，玉米拥有全球将近70%，
然后稻米占全球的60%，小麦占全球的51%，很多东西吃啊，这些数字也都在持续增加。我们说买金买油，然后又广积粮，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缓称王了呢？这么积极的储备战略物资，我不知道是要怎么解读，但厉将军有嗅到就在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吗？我觉得不只是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任何一个国家哈，包括任何一个家庭，当然都要有所谓的这种战略储备的物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3样东西来讲如果说一旦这个不管是家庭或一个国家，万一碰到黑天鹅来讲的话哈，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做准备，没有预存必要的这种物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会临时会措手不及哈。那搞到最后变成，如果就国家来讲的话，如果粮食不够，那老百姓自然会抢粮啊，抢粮的结果那就是物价会这个飞涨，然后最后就造成民不聊生哈。那我们从疫情期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有准备的国家，它可以很安稳的度过疫情。如果说没有准备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可能就一蹶不振。那我们现在就有3个物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粮食部分中国大量的这种囤储粮食，尤其是说最近又跟美国恢复购买它的黄豆，大豆要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说是对美国是好，其实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物资，因为它这个黄豆来讲，它每年需求的量是非常多的哈，它除了人吃之外，它也要喂猪这个才会有蛋白质的供给嘛哈。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以粮食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可以存储的量可以到7.3亿这个万吨装满的话，如果说它仓库装满的话，可以够它全国14亿人吃2年的时间，所以是绝对没问题的。万一碰到饥荒啊，或者是天灾啊，绝对可以应付。那这个石油来讲的话，当然它的石油存量从12亿到20亿桶可以充足有6个月的存量。那世界各国大概只有3个月。那就黄金来讲的话，当然刚刚前面2位大概还有1半的水位。